大家好，歡迎嚟到新潮文嘅頻道，我係你哋嘅主持郭正彤。就喺本台為大家報道，以色列係一定會將行動升級，短期而且盡快會回擊伊朗，嚟到去提升變成成個中東之爭咧。說時遲那時快，喺我哋錄完節目，喺我哋推出嘅同時以色列嗰度已經進行一系列嘅攻擊，對呢個伊朗，甚至對敘利亞同埋對伊拉克一系列嘅空擊行動。好多人話而家傳到今時今日，啲人話呢個空擊行動咧，亦都係造謠居多。咁咧，新潮文咧一直都係不偏不倚嘅。我哋先為大家預測咗，就係佢短期內會出手，佢出咗手啦。咁如今呢個看似力弱嘅回應咧，背後又隱藏啲乜嘢政治含義咧？今日就為大家嚟到去分析。本台今日嘅節目封面咧就話俾大家聽，喺以色列出手之前講過，若然以色列對伊朗進行回擊嘅話咧，俄羅斯係會落場嘅。嚟到回應我哋上一集同大家講嘅咧，就係中國同埋俄羅斯喺呢件事有大國嘅考量，為嘅咧就係要將美國陷入喺呢個泥凼裏邊。如今俄羅斯呢個表態又代表啲乜嘢咧？亦都陪大家一齊有大國戰略分析一下嘅。有人話今次以色列對伊朗嘅呢個空擊行動咧，唔係淨係回應咁簡單，係有深層嘅意味。因為打嘅地方咧，正正就係伊斯法罕伊朗核設備一個關鍵嘅地點，想去將呢個戰事提升到核軍備嘅一個程度，亦都會為大家嚟到去剖析。可以同大家講，今集節目會話俾大家聽，喺今次以色列嘅行動裏邊咧，其實係同美國喺度膽搏膽，而以色列內塔尼亞胡今次膽搏膽咧係贏咗嘅。咁點解會咁樣咧？佢達到啲咩政治同埋外交目的咧？會同大家一一嚟到說明。連日嚟咧，同大家不停咁報道戰事咧，大家應該覺得好 heavy 噶啦。所以今集另外一個主題咧，就係會同大家之後報道有一套電影，同大家細說下電影。有一套電影叫做《Civil 內戰》，就講中文咧就譯做美帝崩裂嘅一套電影。唔知大家有冇睇過？睇過咧，聽我哋嘅影評亦都會別有一番味道嘅。今日就會喺唔劇透嘅情況下，淨係講一啲網上有提供俾大家嘅資料，然之後咧就導引大家一啲前設咧，等大家如果睇呢套電影嘅時候咧，會睇得更加津津有味。呢套電影好多人都講咧，就不偏不倚，冇話刻意針對共和黨或者民主黨，但係其實梗係唔係啦。荷里活嘅工程梗係有佢嘅戰略意義嘅啦。咁咧就會藉住呢個影評咧，應該好少人都會咁講噶啦，為大家嚟到一一道破。講呢啲咁嘅政治電影咧，一定要有翻我哋呢啲咁嘅政治外交台咧嚟到講咧，先係特別有味道嘅。喺節目開始之前，就由我格仔嚟到呼籲一下，而家我哋新潮文喺7月份所教導嘅新疆北疆之旅咧，就現在正式接受報名啦。今次我哋呢個嘅北疆之旅咧，就為期12日，出發日期就會由7月21日至到8月1日。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聯絡潘小姐嚟到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以及係價錢嘅。今次我哋嘅北疆之旅係經過我格仔結合上年去過幾次新疆嘅經驗，而去到重新訂製嘅一個行程嚟嘅。邊啲地方好玩唔好玩，結合到我哋上年嘅經驗一清二楚，而且亦都首次將團友嘅體能、眼睛是否有審美疲勞呢啲標準都加入埋呢個行程入面。我將會喺呢條片最尾嘅10幾分鐘時間呢，就會嚟到講解俾大家聽。今次我設計到呢個行程有啲乜嘢重點嘅，大家有興趣嘅話呢，就可以睇埋呢條影片最尾嗰10零分鐘嘅行程介紹，再 WhatsApp 過去報名都唔遲嘅。另外就係喺4月9號。我哋新潮文同埋網友舉辦嘅新潮文與你共度4週年嘅晚宴上半場喺景觀會所裏面舉行，咁好多朋友咧都有到場，有成300人之數咁多，咁但係好多朋友咧，其實有更多嘅朋友亦都係報唔到名嘅，咁所以為咗滿足大家，為咗同大家共聚、歡飲歡坐、暢談一番嘅話咧，亦都會舉辦第2場。時間就係5月5號嘅晚上，照舊我哋嘅食飯時間咧，往往都係7點至到9點。5月5號嘅晚上，我哋會選取喺北角嘅另一個海關嘅高級官員會所嗰度舉行我哋嘅晚宴。呢個海關嘅高級官員會所，亦都係同景觀會所一樣，都係我哋新潮文非常之尊敬嘅前線執法人員佢哋嘅私人會所嚟嘅。咁幸得我哋有人帶領之下，能夠喺嗰度舉辦晚宴同大家共聚。
每位價錢咧就係650蚊一位。要訂位嘅話咧就係要聯絡呢一個號碼，講俾大家聽，一定要用文字 WhatsApp 嚟到聯絡，+852-689-20128。再講多次，一定要文字 WhatsApp +852-689-20128嚟到同佢進行文字溝通，進行報名啦、訂位啦等等嘅安排記錄嘅。菜單方面就有頭盤嘅三味、海蜇分蹄、椒鹽吊片、蜜汁叉燒，然後就有上湯芝士焗、波士頓龍蝦伊麵、鮮露筍百合炒帶子。湯類咧就有花旗參、杞子、響螺燉雞，然後就有蠔皇北菇扣、綠頭鮑魚，有清蒸嘅東星斑啦，然後有當紅炸子雞。菜方面就有腿蓉扒津白，主食方面咧就有 XO 醬翡翠蝦粒炒飯，甜品咧就有雪耳海底椰燉萬壽果。每位價錢就650蚊一位。再講多次嘅電話就係+852-689-20128，+852-689-20128，一定要 WhatsApp 文字嚟到進行溝通、訂位啊同埋安排嘅過數事宜嘅。咁期待喺5月5號晚上7點開飯，喺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見到大家。咁喺節目開始之前，亦都順便呼籲大家，請大家留意一下有冇訂閱新潮文嘅頻道。如果仲未訂閱嘅朋友，記得撳新潮文嘅訂閱掣，再撳埋旁邊嘅嗰個啷啷掣，再撳全部，先至為之呢係完成整個訂閱流程，係可以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通知嘅。喺呢度呢就有勞大家啦。咁事不宜遲，就為大家從幾個角度咧嚟到去講最新嘅新聞資料。伊朗受到以色列呢一系列回應嘅攻擊嘅時候咧，佢係咩嘅情況？先從伊朗嗰邊講起，再嚟到為大家解釋以色列嘅圖謀。今次呢輪攻擊俾人哋講話係力弱嘅表現，但係咧點樣去達到內塔尼亞胡嘅政治目的？點樣同美國 show hand 膽搏膽係贏咗嘅？會同大家嚟到一一剖析。然後咧，亦都會為大家剖析呢件事情唔係淨係以色列同伊朗之爭咁簡單，唔係淨係美國喺背後背書咁簡單，亦都關係到咧大國外交喺中國同埋俄羅斯。中國同埋俄羅斯喺呢件事上面咧，亦都有佢哋嘅角色。俄羅斯今日嘅節目嘅封面就係講到咧，以色列如果回應嘅時候，俄羅斯一定參與。俄羅斯係一個講得出做得到嘅國家，唔係好似美國咁打開口牌嘅國家嚟嘅。俄羅斯有咩圖謀呢？亦都會為大家嚟到去一一解釋嘅。嗱，首先從伊朗嗰邊講起先。喺4月19號，以色列咧就對伊朗嗰邊進行攻擊，要嚟回應4月14號啊，伊朗對以色列嗰邊有300架次，超過300架次嘅空擊行動。咁佢哋呢個行動咧好特別，好特別嘅原因就係因為以色列就講到佢有發射、有攻擊，而且有令到伊朗嘅本土咧造成破壞。呢個以色列嘅講法，實牙實齒咁講到我有射同埋有射到去佢嘅本土。伊朗嗰邊咧，卻作為明明係俾人攻嗰個啊嘛，佢不斷咁強調否認受到外來嘅攻擊。嗱，大家聽到空中嘅爆擊咧，就係啲不明嘅飛行物嚟到伊朗嘅上空上邊咧，俾我哋嘅防空系統引發嘅。我哋伊朗本土好多地方都完好無缺，甚至防空系統咧都冇事冇幹，防空系統可以證實俾大家。咁而家咧就為大家講下伊朗嘅情況，到底以色列係肥咗喺邊一度？點解伊朗明明係俾人肥嗰個都話我哋冇事啊，冇人喐過我哋啊？點解會咁嘅咧？嗱，而家咧最令到世人啊喺度討論嘅咧就係呢個伊斯法罕呢個地方。伊斯法罕呢個地方咧當中包括核設施，如果核設施嘅伊斯法罕俾人攻擊嘅話咧，係會造成核設施嘅危機，而亦都指出裏邊被爆嘅目的咧。以色列指導唔係淨係爆核設施，我爆埋佢啲嘅研究機構添。嗱，如果研究機構被爆咧，亦都對呢個核科技嘅發展咧有長遠嘅影響。而除此之外咧，亦都伊朗喺其他呢個謝卡利空軍基地同埋一啲機場咧，都係指導被以色列咧嚟到去爆發嘅。咁點解伊朗就不停咁強調咧，我哋冇事冇幹咧？即係伊朗唔想俾人哋知道我哋俾人喐啦。伊朗唔想還手咯，亦都可唔可以咁解釋咧？跟住我哋就要一齊研究下，到底以色列今次呢個攻擊咧，有冇真係觸發到啲核設備嘅損耗？嗱，呢個要證實佢嘅核設施有冇被攻擊到嘅話咧，我哋睇 IAEA 呢個原子能機構嚟到證實就得啦，就證實伊朗嘅核設備咧就完好無缺嘅。咁而家咧，我哋就一齊研究下伊朗咧。到底喺呢件事上面係真驚定係真冇事？真係定個台油？
嗱，首先有樣嘢可以肯定咧，就係以色列嘅呢場軍擊咧係打咗入伊朗本土裏邊，呢個可以肯定噶啦。另外就係我哋亦都要認清一件事，就係伊朗佢當日超過300架次無人機同埋飛彈咧，亦都係打到入去以色列嘅境內嘅。話就話99% 被攔截咗咧，其實有幾枚嘅導彈咧係打到入去以色列嘅本土裏邊嘅，係有多少破壞嘅，只不過冇咩人嘅離去啫。而呢個亦都係伊朗想做到嘅效果。以色列今次點解會有咁嘅行動咧？就係因為喺政治立場上面同埋國體上面咧，佢一定要還拖嘅。點解？伊朗佢嘅駐外敍利亞嘅使館被爆發，咁若然伊朗要還拖嘅話，你都應該爆翻以色列嘅駐外使館啦。以色列有駐外使館28個，你唔爆，你爆以色列嘅本土，以色列就覺得，喂，你將呢個程度提升咗喎，我都一定要攻你本土嚟到去回應，咁先至啱嘅喎。而以色列嗰邊咧，其實過去呢段日子每日可能平均每日都有為數10萬嘅人咧係反戰嘅，而直至到4月14號之後，有超過300架次嘅伊朗空擊，咁所以以色列嗰邊咧嗰啲主戰情緒先至出翻嚟，仲多過反戰嘅情緒。好多人咧都覺得要做翻啲嘢啦，所以內塔尼亞胡同埋呢個以色列本土嘅媒體先至開始主戰啫嘛。咁所以難得，既然國內都有人支持，亦都有即係民意就話要回擊嘅時候咧，內塔尼亞胡做今次呢個攻伊朗呢個行動咧，就得到民心啦，就為佢賺到政治嘅能量，所以亦都打咗入去咧伊朗嘅本土裏邊。嗱，伊朗嗰邊咧，佢嘅外長甚至講到就係過嚟嗰啲無人機咧，就唔係真正嘅無人機，好似玩具咁樣，特登要強調到好似玩具咁樣，想輕描淡寫咁帶過。而甚至又有個說法咧，就話其實根本亦都唔係以色列嗰邊飛過嚟嗰啲無人機，係我哋伊朗嘅本土有內鬼佢喺內部嚟到控制嘅嗰啲玩具無人機。即越講咧就越講到咧以色列嗰邊冇提升到戰事嘅程度咁樣，咁即係自己唔使還手啦。想講到伊朗到底若然佢嘅伊斯法罕核設備或者研究機構係被攻擊咗嘅時候咧，對佢哋嘅核科技都係打擊。但係點解要輕描淡寫咧？有冇啲嘢佢想隱瞞咧？我哋從伊朗呢個核設備嗰度咧嚟到慢慢去剖析咯。嗱，話說伊朗到底有冇核武？一句講晒。伊朗係能唔能夠做到核武先至係咧個關鍵。伊朗咧係逼近能夠做到核武嘅一個國家嚟嘅，可能佢未正式做就算佢做都唔可以話俾世人聽。咁即係話關於佢核方面嘅嘢咧，佢都三綽其口，盡量都唔好亂講嘢㗎咯喎。即係話1950年嘅時候咧，伊朗開始發展核工業，嗰陣時候震驚緊世界啦，世界都覺得哇，我好驚㗎喎，你發展核嘅話。2015年嘅時候咧，大家就知道咩年份啦，就係伊朗參與一個核協議嘅計劃。核協議咧就限制同埋監管有核嘅國家佢哋呢個核活動。但係去到2018年咧，特朗普自己單方面退出咗佢有份搞嘅呢啲咁嘅世界核協議裏邊。自此之後咧，伊朗就覺得你都亂嚟嘅，所以佢都去到盡。2019年開始，佢就做違反核限制嘅行動然之後咧，就每一年咁不停咁超過呢啲行動啦。根據估算根據核嘅濃度咧，伊朗嗰邊自己指佢目前核嘅濃度可以去到60%，即係60% 咁多。但係根據咧呢個評估同估計咧，佢哋現在嘅核嘅濃度可以去到84% 嘅。濃度代表啲咩？濃度代表可唔可以變成核軍備？只要濃度去到90% 咧，就可以去到核軍備嘅 level 噶啦。嗱，其實咧，如果你個當量唔係咁多嘅話，你淡啲都可以做到核軍備嘅。咁即係話84%咧，佢已經幾近咧呢個核軍備嘅程度噶啦。根據以往嘅上限嚟到講咧，就係呢個油嘅庫存上限。根據協議咧，佢本來限制佢哋202.8公斤咁多，但係其實去到2024年嘅2月，伊朗佢嘅核庫存已經去到5.5噸咁多啦。個對比就係202公斤同埋5.5噸，咁只需要咧俾多12日嘅時間佢，用埋核裂變嘅材料，佢就能夠製造到一粒核彈嘅啦。呢個係美國嗰邊嘅說法。再講多次，俾多12日時間佢用而家嘅油庫存就可以做到核彈。所以伊朗嘅核設備咧係一個佢哋絕對係要守口如瓶嘅一件事。而且喺
伊朗國內25至30個核設備裏邊咧，其中有6座成為咗1級嘅目標，就俾以色列鎖定為1級嘅目標。以色列針對呢啲目標嘅原因咧，就因為知道佢好快就會轉變同埋生產到呢個核軍備出嚟。伊朗有數千部離心機喺呢啲核設備裏邊，要做濃縮嘅鈾咧係非常之高難度嘅，所以唔係話做，唔係一樣咁容易嘅事。伊朗佢嘅核科技一直以嚟咧都俾全世界明禁兩個渠道嚟到限制。例如話離心機嚟到講咧，就佢裏邊伊朗曾經咧有個離心機咧就發生過爆發，其原因就因為裏邊嘅晶片咧有蠱惑，而呢個晶片咧大家知道以前晶片一直嚟自邊度啊？嚟自美國。原來美國喺呢個內置嘅晶片裏邊咧就出咗蠱惑，能夠咧干擾到佢嘅內置晶片，能夠咧透過呢個內置晶片咧嚟到攻擊到佢哋嘅網路，唔係我對外嘅網路，係佢哋嘅內網路嘅一個軟件嚟到去進行干預，然之後進行爆發。意思即係話，點解美國一直以嚟成日都覺得晶片一定要自己做啊？成日都覺得中國做嘅晶片咧會有蠱惑啊，因為佢正如我哋中國外交部經常講啦，美國成日覺得人哋會做嘢，就係因為佢自己做咗，就係一個咁嘅原因。所以晶片霸權呢樣嘢咧，就唔係咁簡單，純粹係為咗國際嘅經濟啊，好似石油霸權啊、美元霸權啊，然之後因為全世界所有電器都需要晶片啊嘛，所以咪要晶片霸權咯，唔係咁簡單，亦都包括到軍事嘅配備上面嘅。所以伊朗曾經咧就有一次就俾美國晶片跣到，因為美國晶片落咗焊啊，我哋呢個千門裏邊嘅用語。而伊朗咧亦都曾經有好多科學家就被美國嗰邊針對，好多尤其是核設備嘅科學家。伊朗呢個核子之父咧就俾以色列嗰邊成功暗刺得到嘅。嗱，伊朗同其他國家唔同。嗱，例如話我哋北朝鮮嗰邊啦，阿金仔咧就擺明咧就唔守世界規矩噶啦。我做濃縮鈾之餘，我亦都同時做埋爆炸嘅機制，咁咧就兩者一齊嚟到並行，擺明咧就唔買你嗰套。伊朗咧就要暗度陳倉咁嚟到做啊。到底佢嘅爆發機制咧，而家去到咩程度咧？能唔能夠成功咧？有冇成功咁做咗一枚呢個核武力出嚟咧？係暫時都仲係一個秘密。北韓嗰邊咧就唔係咁嘅做法啦。仲有一樣嘢就係大家可能覺得咧，如果你要做核軍備咧，你要核試嘅喎，核試咪全世界都知道咯。咁其實咧，自從2000年打後咧，你唔需要好大規模地嚟到核軍備嚟到試驗，因為呢個世界有一樣嘢咧。而呢個北朝鮮嗰邊都用緊嘅。點解北朝鮮咁耐以嚟咧冇人見到佢做呢個核試驗咧？嘅原因就係因為其實現在係可以用科技嚟到取代核試驗，只需要將呢個超級電腦作為呢個運算之用，咁你就可以取代呢個真真正正嘅試驗啦。你可能將幾次核試驗嘅結果咧，就將呢個數據記落電腦嗰度，然之後用超級電腦嚟到運算，睇下出嚟嗰個效果係咪一樣？唔一樣嘅話，你就調整到一樣嘅時候，之後你都可以全部用晒電腦噶啦。之所以係咁北朝鮮嗰邊嗰啲咁嘅核試驗嗰啲洞咧，就佢自己冇講出嚟，但係喺CBS 嘅新聞嘅衛星裏邊咧，就探測得到咧，佢哋嗰啲試驗嘅窿就大量嘅光纖，其實就係喺裏邊利用緊啲超級電腦嚟到運算呢個核試驗嘅效果，咁唔需要真真正正嘅核試啦。呢個世界好多國家咧，漸漸亦都唔再需要做呢啲真真正正嘅核試驗，就因為可以用超級電腦嚟到運算呢啲結果。同樣其他軍備咧，呢個世界越嚟越多軍備其實都可以唔需要真真正嘅試驗，係可以用呢個超級電腦嚟到運算結果。例如話我哋中國有成波體嘅高超音速飛彈，咁你要運算佢嘅時候咧，佢哋一個風洞嚟到去用超級電腦解讀佢到底係成唔成功做到呢個超音速嘅效果。呢個就係超級電腦可以攞嚟解決咗好多呢個關於物流方面嘅問題，同埋真正嘅試驗方面、損耗方面嘅問題。超級電腦就可以變成一個非常之好嘅工具。而之所以係咁，美國亦都點解一定要喺超級電腦量子電腦呢啲嘢上邊呢啲領域上邊咧，要搞佢哋嘅霸權盡量想限制呢個世界得到超級電腦，就係因為啲同軍事亦都係有關係嘅。咁所以講到嚟呢度咧，我哋有兩點，就係第一，我哋知道伊朗嗰邊即使受到以色列啲有限度嘅攻擊嘅話咧，伊朗係唔想提升到中東之爭。伊朗咧就唔係匹夫之勇，就唔係腦充血，下下咧就諗住去同人打過嘅。
打就勞民傷財，呢樣係人都知。如果我哋睇翻以色列空擊嘅嗰條路咧，由伊朗當地爆發嘅地方去到敍利亞，去到伊拉克，其實佢哋都成係一條直線就去到以色列嗰度。呢條直線咧，亦都係以色列想話俾伊朗聽，即使你派地面軍隊啊，你想以呢個地面嚟到進攻我哋嘅時候咧，我哋都爆得到你。有人話以色列如今呢個行動咧，就係明顯收姜，唔係真係做到真真正正嘅攻擊，但係意義咧卻一定喺度。咁而家咧，我哋就以以色列角度嚟到剖析佢今次嘅策略，點樣同美國膽搏膽咧？今次佢係搏贏咗，佢係賺到政治能量，賺到啲乜嘢咧？啊，講到咁圓係乜嘢咧？就係內塔尼亞胡其實透過呢個行動咧，就爭取到拜登嘅一啲禮讓。嗱，話說當日啊，伊朗去空擊超過300架次無人機同埋飛彈空擊以色列嗰陣時候咧，佢哋嗰陣時候嘅空警有7個鐘頭，成個攻擊咧有個半鐘頭咁多。但係今次咧，以色列進行3個國家嘅攻擊咧，卻只不過喺個零鐘頭內完成。嗱，新朝文咧唔係成日主戰嘅，唔係成日想講到嗰啲戰事咧一定會升級，一定係打大交咁。我哋唔係呢種咁樣嘅台嚟嘅，我哋係以事論事。喺以色列準備還手嗰陣時候咧，我哋係預測到佢一定短期內盡快還手，盡快想將戰事提升去呢個中東之爭嘅局面。佢如今咧想喐呢個穆斯法罕，想喐伊朗嘅呢啲核設備咧，好明顯就係伊朗亦都曾經以前係講過，就係我哋核設備俾人喐嘅時候咧，就即係想將戰事提升到核嘅程度啦。咁我哋一定會造彈，然之後還擊嘅，即係提升到核軍備嘅程度嘅戰事。伊朗係曾經講過以色列都刻意要攻呢個伊斯法罕呢啲地方，就好明顯咧喺意義上面佢係想提升嘅，但係喺呢個力度上邊咧，佢有所限制，有所克制，就因為背後有深層咧嘅博弈、外交博弈喺裏邊。無論係伊朗同埋以色列兩地嘅人咧，都係覺得要做翻啲嘢，要攻啦，所以佢哋嘅國家元首一做嘅時候咧，就得到佢嘅國民嘅支持。以色列今次都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啊，平時平均每一日都有為數10萬8萬嘅人咧嚟到去反戰，但係自從14號伊朗咧攻咗過去之後咧，反戰嘅聲音咧就開始少，主戰啊，覺得總統要回擊，我哋要做翻啲嘢啦嘅聲音咧就多咗好多，此消彼長就多咗好多。內塔尼亞胡咧從中就得到支持，意思即係話佢喺內政上邊俾佢嘅對手，俾反對黨嘅領袖咧扳落嚟咧個可能性又少咗。美國喺過去呢段日子不停咁抽水，話自己幾有牙力，令到伊朗同以色列都收姜，令到佢哋好克制。內塔尼亞胡根據我哋上一集嘅講咧，佢一定要提升到中東之爭，然之後拉美國落水，嚟到去一齊唇齒相依咁嚟到去參與中東之爭。咁樣嘅情況下，先係佢唯一能夠保得住佢嘅地位。咁但係今次咧，既然伊朗都打咗過嚟啦，內塔尼亞胡好想去提升到中東之爭，利用住美國唔想打呢一樣嘢，因為美國知道呢個係一個泥凼嚟邊，入咗去嘅時候咧，咁就大鑊㗎啦。佢亦都會失去呢個俄烏嗰邊嘅戰線同南海呢邊嘅戰線，所以美國係唔想落嚟。內塔尼亞胡即刻藉住呢個機會同美國嘅拜登開條件，開條件就係話嗱，總之我唔落台啊，你亦都唔好做任何嘢咧，你都令到我落台，我繼續安坐我位置。對內咧，我會搞得掂以色列嘅人民。而家我支持度開始高，反對派嗰邊咧亦都搞唔到我。你美國就唔好用啲任何政治嘅手段嚟整我落台，等我安坐呢個位置嘅時候，咁對內塔尼亞胡嚟講，我拖得就拖。如果成功拖到今年拜登係連任唔到，係特朗普上場嘅時候咧，咁佢到時再放手一搏都未遲。意思即係話美國唔想中東全面大戰，所以要賣呢個人情俾內塔尼亞胡。除咗保住佢嘅位置啦，而家內塔尼亞胡得咗啦，仲要乘機拗到美國嘅軍援。而家拜登啱啱咧就向國會提出咗要超過10億，甚至而家嚟緊係不斷咁加碼嘅軍援以色列，當中包括咧就係坦克啊、軍車啊、迫擊炮啊等等。咁喺此情此景無端端話要又話要人哋收姜，但係又要軍援以色列，仲要講到出面嘅時候，好明顯咧就係內塔尼亞胡今次膽搏膽就贏咗美國啦。美國縮驚，你就要軍援以色列，而以色列咧唔需要再策動到成個中東之爭，都可以保得住自己嘅位置，佢就可以專心而家淨係打加沙。佢個目的咧，其實咁耐以嚟都係想吞併晒成個巴勒斯坦呢個地方，等佢哋可以喺呢個地方度控制到成個海口同埋有控制權嘅時候，就
成就到佢喺10月7號之前對聯合國嗰個講嘅呢個新嘅呢個中東嘅經濟走廊、新嘅呢個汽油秩序，以呢個以色列為首嘅呢個壯舉。美國因為唔想戰事升級，亦都係美國嘅媒體不停咁咧，當以色列攻咗去伊朗，即係19號回擊伊朗之後咧，不停咁媒體講係有做到有限度嘅啫，象徵式係咁要強調呢啲字眼，可見美國係幾咁軟幾咁弱。美國嘅陸軍少將亦都講到啦，嗱，即使係打到過去咧呢個伊斯法罕呢啲咁嘅地方，但係核設施完好無缺，冇嘢損傷到，係咁喺度講啲和事佬嘅説話，就係希望今次咧雙方都唔好再打落去啦，因為再打落去嘅話咧，而今次如果以色列唔係有限度地打，係真係重擊邊個地方啊？重擊敍利亞南部蘇維達省、伊拉克巴格達、巴比倫省同埋伊朗啊，有呢個核設備嘅州份。如果係重擊嘅時候，而以色列係絕對做得到嘅，咁此時就正式升級㗎咯。就正式唔係淨係嗰啲黎巴嫩啦、什麼真主聖城啊嗰啲咁嘅哈馬神聖鬥士嘅滋擾咁簡單，就係國與國之間嘅大戰㗎咯。所以美國係千般不願嘅，而且今次美國亦都要扮。我事前係知道，因為的確內塔尼亞胡喺呢個象徵式嘅回應之前咧，係有知會到美國，美國係知道嘅，而可以話俾大家聽，不但止以色列知會咗美國，而伊朗喺接受以色列今次嘅攻擊之前咧，其實亦都早就知道嘅喎。其實亦都咧，甚至伊朗有同美國嗰邊溝通，亦都同中國嗰邊溝通。伊朗本來咧就希望中國同美國咧商量一下何去何從嘅，但係自己亦都參與埋，自己直接聯絡美國嗰邊。所以今次根本就係關係到大國嘅外交戰裏邊。如果你話以色列今次行動有冇想挑引伊朗去升級，係有嘅，因為佢喐嘅地方咧就係啲核設備嘅地方，因為伊朗係曾經講過啊嘛。如果你話嗱呢啲地方被攻擊咗之後，你講得出做唔到啊？咁伊朗咪冇晒面，所以伊朗咪不停咁講話冇事，完好無缺。伊朗都唔想啊，攬住一齊香噶嘛。咁當以色列嗰邊可以專心一致去搞加沙嘅時候咧，其實就即係話佢想專心掃除呢個哈馬神聖鬥士。但係其實講喺呢件事上面咧，猶太人喺整體由10月7號到而家，到底佢即使而家內塔尼亞胡係同美國搏打搏膽，換到啲政治能量，換到自己能夠安坐位置同埋專心對加沙，係事成事敗咧？其實整體嚟講都係失敗嘅，因為全世界都咁講噶啦，猶太人咧呢幾十年嚟呢個世紀將近，都以呢個受害者嘅方式嚟到去面對國際，短就係呢幾個月咧，就碌爆晒咁多年建立嘅所有 credit。猶太人唔係好多人嘅啫，即使係以色列本土啊，都唔係全部猶太人，但係圍住佢卻係咁多個國家數億計嘅牧教人士。今次經過呢一場仗之後，我當今次得以和好平息，以後嘅日子邊會好過？邊可以長治久安？係冇可能嘅。所以一定要拉其他國家一齊幫自己，唔係淨係美國，仲係歐洲國家。所以佢個重整中東經濟走廊嘅呢條壯舉咧，就由印度整一條氣管去到呢個以色列，然之後再由以色列去到呢個法國、意大利咧，就係大家都受惠嘅一個計劃。既然大家都受惠嘅時候，大家就會一齊捍衛以色列。單靠佢一個係唔得嘅，而要做到呢個壯舉咧，再次強調一定要巴勒斯坦冇晒同佢對着幹嘅人，所以一定要趕走晒所有巴勒斯坦人為主。其實咧，哈馬神聖鬥士話就話幾萬人，但係其實咧就根本就係呢個軍民啊兩用，根本咧就係佢同成個人民啊巴勒斯坦人民喺度之爭緊。半年啊，你作為以色列，你連一個哈馬神聖鬥士一個刺激組織你都搞唔掂，其實本身咧已經全世界睇到你個底牌㗎啦。亦都令到好多國家咧同你對着幹嗰啲覺得，哦，原來你咁弱雞嘅，連一個刺激組織你都搞唔掂嘅時候咧，咁日後就冇咁驚你。所以佢兩個底牌揭咗，一個咧就係咁耐以嚟嘅受害者呢個角色冇晒，碌爆晒呢個受害者卡。第二就係原來你國家連一個哈馬神聖鬥士都搞唔掂嘅，你露咗底。呢兩個底牌咧，短短呢幾個月露咗出嚟。而家咧個戰線就係點解美國要軍援？因為佢進一步咧就唔係淨係想打埋加沙，佢想咧就打埋拉法。大家都知道咧，就係由加沙好多人都經流離失所之路咧，就落到去呢個拉法嗰度。拉法嗰度咧聚集咗幾多人啊？
拉法嗰度聚集咗成超過100萬人之多。但係以色列嗰邊卻講到咧，就係我準備咗4萬個帳篷，就要嚟打拉法。意思即係話你成100萬人咁多，你點安置呢100萬人啊？得4萬個帳篷，咁即係唔夠啦。唔夠嘅時候咧，意思即係話根本係象徵式咁做嘅啫，就絕對係冇諗過善待啊啲流離失所同無辜嘅人。佢其實真正嘅目的唔係打晒啲哈馬神聖鬥士，借打哈馬神聖鬥士嚟到去趕走埋巴勒斯坦人，咁佢可以立晒成個巴勒斯坦做佢嘅偉大壯舉。所以全世界根本就知道，亦都布林肯同埋蘇利文係啦，即係白宮安全顧問蘇利文最近又出翻嚟啦，養完傷啦，就同以色列嗰邊開會。亦都你眼望我眼，都唔知點收姜落去，因為以色列係準備下一重嘅亂嚟咧，下一重嘅盡失民心同埋咧國際醜聞咧，就係佢打拉法呢100幾萬無辜嘅人，4萬個帳篷，你點樣去照顧？照顧唔到，只會有更多嘅不幸事件會出嚟。嗱，呢個就係下一步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會闖出嚟嘅禍，而呢一樣嘢咧就係拜登最驚嘅。但係起碼目前嚟到講，起碼目前內塔尼亞胡如果想將中東變成個全面中東第7次大戰嘅話咧，美國唔使俾佢扯落去先，俾啲甜頭佢，唔好板佢落台，同埋軍助以色列達到佢目的先。下一刻佢去打拉法，造成世界惡貫滿盈嘅行為咧，就係下一刻嘅事。但係而家咧，拜登、蘇利文同埋布林肯咧，就有得震就冇得瞓。唔知Bibi 會亂嚟到咩程度噶嘛？打拉法嗰陣時候，咁所以講到嚟呢度咧，就係以色列要焗國際社會快啲出錢嚟到去等巴勒斯坦人咧就有得安置啦。去約旦嗰邊又好，去埃及嗰邊咧，西奈半島又好，總之咧要安置佢哋。埃及嗰邊咧又小氣又玩嘢，係咁唔肯開放港口嚟到收啲流離失所嘅人，因為點解？冇錢啊嘛，錢作怪咧。其實如果國際社會大家一齊籌期，俾錢佢哋佢哋絕對會開放嘅，因為有錢執啊嘛。所以喺目前為止咧，新潮文就以事論事嘅。之前就話以色列一定會短期內盡快回擊伊朗，做咗啦。但係短期內會唔會再將戰事提升到呢個層次咧？短期內咧，以色列同埋伊朗咧都唔會將戰事提升到中東之爭嘅層次啦，因為而家內塔尼亞胡可以專心嚟到再針對翻加沙，咁呢個亦係佢膽薄膽贏咗翻嚟嘅嘢嚟嘅。咁所以講到最後咧，其實就苦了什麼人？最後都係苦了呢個世界最可憐嘅，都係嗰啲巴勒斯坦人。睇嚟咧，美國不但止保唔到佢哋，仲係要受呢個以色列嗰邊嘅膽薄膽玩 show hand 贏咗之後，美國而家咧要再一次支持內塔尼亞胡，再攻加沙，再攻拉法添。苦了嘅咧就係巴勒斯坦人。美國即使喺最近呢一段日子係咁講話，係以色列有回應，事前有通知我哋，但係絕對唔關我哋事嘅。唔關我哋事，我哋冇參與，就企圖咧。甚至喺剛剛發生嗰陣時候，布林肯都拒絕去評論添，之後先至咧開始有説話嚟到去俾國際媒體嚟到交代，而交代咧就話唔關我哋事，唔好問我哋。咁今次咧回應翻我哋嘅主題嘅題目就係俄羅斯曾經講過，如果以色列係回擊伊朗嘅時候咧，我都會落場。咁而家就要講下咧中俄兩邊嘅立場係咩啦？嗱，我哋中國一定係奉行咧呢個兩國嘅方案。我哋奉行兩國嘅方案，希望事情得到圓滿嘅解決。嗱，我上一集提到中國同埋俄羅斯同埋伊朗三方聯動，我哋建設咗幾多外交嘅陣勢嚟到去等。如果以色列刺激地提升咗中東之爭，拉埋美國落水嘅時候，美國點樣受困於中東之爭裏邊？佢就會連失兩條戰線。呢個係大家所設計出嚟咧嘅一個陷阱嚟嘅。但係當然啦。呢個就係 worst case， 中東發生中東之爭嘅時候，點樣去煽美國啫？大家都唔想有鬥爭嘅。嗱，起碼我哋中國一定唔想啦。我哋中國最想咧就係行翻呢個兩國嘅方案。我再一次提大家，如果大家喺 Google 裏邊搜尋咧1972年中東之爭之後嘅嗰個版圖咧，其實嗰個唔係真嘅，因為嗰個係以色列已經贏咗啦，就恰到咧巴勒斯坦人失去咗好多地方。其實應該係72年再之前嗰個，你見到喺巴勒斯坦呢個地方咧，無論以色列同巴勒斯坦都好平均地享有呢個陸地嘅嗰個先係啱嘅。兩國方案有咩好咧？兩個方案就係令到以色列失去佢控制嘅地方，失去佢嗰個壯舉，做唔到佢個中東經濟走廊，
新世界秩序。因為咧嗰個中東經濟走廊曾經聽我哋之前有集嘅分析嘅話咧，其實佢係直情係一刀切落去我哋中國嘅一帶一路裏邊噶嘛，係截斷咗我哋中國嘅一帶一路噶嘛。所以只要行兩國方案，成就唔到呢個新中東秩序內塔尼亞胡呢個壯舉嘅話咧，咁就等於贏咗噶啦啊！唔需要令到以色列真係亡國嘅，唔需要嘅。邊個國家最想真係全面中東之爭打到連以色列都冇埋呢？就係俄羅斯。因為點解？若然中東之爭係爆發嘅時候，美國真係絕咗落去嘅時候呢，最得利嘅就係俄羅斯嘅普京。美國一定係兼顧唔到烏克蘭嗰邊嘅戰線。嗱，而家咧事情咧叫做得到圓滿嘅，暫時啊，現階段咧唔會提升到中東之爭嘅時候咧，美國即刻思考兩邊嘅軍援，除咗巴爾呢邊嘅軍援啦，同埋呢個烏仔嗰邊嘅軍援啊。呢樣嘢啊，阿普京最唔中意嘅。如果美國係絕咗落去中東之爭裏邊嘅話咧，其實俄羅斯就會更加肆無忌憚咁去，可能甚至成個烏克蘭都嚼到翻嚟嘅，真係可以嘅。以佢嘅能力嘅話，所以如果最想中東之爭爆發嘅時候咧，最受惠咧，可能其他人唔講，起碼呢個俄羅斯係一定能夠受惠。所以對佢嚟講若然佢明面會支持伊朗，其實咧就係想嗰邊真係打起上嚟，或者暗面嘅話咧，佢會唔會派刺激組織，或者暗地裏做啲行動，可能喺敍利亞嗰邊再做多啲動作嚟到刺激以色列咧，可能都係會嘅。最近我哋嘅聯合國代表就喺一次嘅投票裏邊咧，呢個投票就係關係到巴勒斯坦人經過咗幾十年嘅努力，能唔能夠成為聯合國嘅其中一員，能唔能夠有一票嘅席位？點知咧就俾美國一票否決權咧，就否決咗巴勒斯坦人幾十年嘅努力咧，隨即被粉碎。呢個係悲傷嘅一日。全世界我哋聯合國代表都講，全世界國際社會都對美國行為非常非常之失望。如果美國係因為啲政治計算唔俾巴勒斯坦人合法合情合理地成為聯合國嘅一員嘅話咧，你不妨大膽講出嚟，你夠膽你就講出嚟，你係咪因為政治謀算所以唔俾佢成為聯合國一員？你點講都講唔通嘅。而我哋喺外交部中國呢邊嘅外交例會裏邊咧，亦都形容到呢個世界係會記住美國今時今刻嘅倒行逆施嘅行為嘅。據說根據美國嘅媒體講到，原來拜登係曾經聯絡過巴勒斯坦嘅總統，勸佢哋唔好入呢個聯合國，就係俾佢哋嘅總統拒絕咗嘅。唔知拜登係出咩條件啦？出啲咩條件？會唔會係話我可以勸得掂以色列嗰邊收姜㗎？你唔好入聯合國啦咁樣咁樣，我邊度信你啊？你唔好講勸得掂佢哋唔會收姜啊！你勸掂內塔尼亞胡講少句你都勸唔到啊！而喺以色列聯合國發言嗰陣時候咧，多個國家嘅外交官咧都紛紛離場嚟到表示抗議。得我哋中國咧係不停咁督促兩國方案咧，係喺3月尾嗰陣時候，聯合國一致通過咗聯合國安理會嘅決議，世界係支持，巴勒斯坦人支持。而家目前當務所急咧，就係對巴勒斯坦人嗰邊嘅人道支援，希望咧得到真真正正嘅和平共存。呢個係我哋中國能夠表裏一致嚟到去奉行嘅一個決議嚟嘅。因為個理由我都講咗俾大家聽，雖然中東之爭係真係可以絕住美國，令到我哋南海東亞呢邊戰線得利，但即使唔打，淨係兩國嘅方案都可以控制到巴勒斯坦嗰邊嘅以色列咧，唔會成就到佢嗰個什麼中東經濟走廊新世界新中東秩序嘅呢個壯舉。咁我哋得一帶一路咧，亦都唔會受到佢嘅切斷，受到佢嘅干擾影響。咁其實對我哋中國咧已經得利，唔需要一直打。更何況成個中東由敍利亞去到伊朗，去到阿富汗、巴基斯坦，都係我哋嘅鐵桿盟友，亦都係我哋中國嘅調停底下咧，什葉派同埋遜尼派嘅大佬沙特同埋伊朗咧，亦都冰釋前嫌，建立咗外交嘅關係。我哋中國喺呢個中東嘅局勢，其實早就已經成功得利，唔需要真係打大交嚟到重新洗牌嘅。嗱，咁今日咧，我哋嘅分析就暫時嚟到去到呢度，因為連續咁多日咧講咗咁多戰事有關嘅分析咧，大家都覺得好 heavy 㗎啦。所以接住落嚟咧，就陪大家講啲輕鬆啲嘅新聞。再之後為大家報道咧，就係一套美國嘅電影。嗱，呢套美國嘅電影咧就叫 Civil 內戰我唔將成個名講出嚟啦，費事油管嗰邊有小氣。我哋香港呢邊咧上畫咧就譯做呢個美帝崩裂。嗱，有啲人睇過，有啲人未睇過。睇過嘅人咧，聽我哋呢啲
真係熟悉國際形勢、外交軍事嘅台嚟到講一講呢啲電影咧，會別有一番風味，亦都有啲共鳴。未睇過嘅人咧，唔使擔心我劇透，我絕對唔會。我只會將一啲大家喺互聯網啊，或者睇 trailer、睇呢個預告所睇到嘅嘢咧，嚟到帶一啲副資料 side info 俾大家。咁大家聽完我講完之後咧，再睇套電影咧，你就會覺得裏邊嗰啲暗信息就更加出味㗎啦。呢套電影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有一位電影嘅導演咧，就佢不停咁咧都係做啲好出色嘅電影嘅，好特別嘅嗰啲電影作品，同埋咧被譽為佢不偏不倚。今次拍呢套內戰電影咧，就冇話想幫邊一範，亦都冇話講邊一個年份，只不過係一個幻想嘅空間裏邊，美國就分成咧好多派，咁就造成佢哋內鬥嘅局面。如果美國內鬥咧，就會變成一個咁樣嘅故事橋段咁啫，同而家嘅政治環境一啲關係都冇㗎。講就梗係咁講啦，話俾大家聽，梗係唔係啦？就等我哋新潮文嚟都篤爆佢啊！不過奇有奇在，其實都唔奇㗎啦，只不過大家都忍口嘅啫。話呢套電影不偏不倚嘅，絕對冇做到捧共和黨或者捧民主黨或者踩邊一範，梗係唔係啦，梗係有啦。同埋荷里活啊，亦都可以咁講啦，荷里活一定係捧民主黨，一定係踩共和黨嘅。而呢套電影係絕對有表達到呢樣嘢出嚟，所以共和黨嗰邊嘅時評咧，冇人會講呢套電影嘅，冇人會有好嘢講嘅啊。但係咧，佢哋聲音比較少，有好多影評咧，呢個世界各地影評都話呢套電影咧，純粹係一個虛擬嘅世界，冇話幫邊邊嘅，冇踩到啲政治地雷咁樣，梗係唔係咧？嗱，首先個前設咧就係美國出現咗第三屆嘅總統。嗱，呢位總統咧就做第三屆啦。根據美國嘅規矩咧，就只可以做2屆啫。如果做3屆嘅話，就係你亂斬權位，咁你係暴君噶咯喎。咁然之後呢個總統佢嘅形象啊係如何咧？呢個總統嘅形象咧就偏向保守啊，同埋偏向咧似共和黨嗰邊嘅做法嘅。咁好明顯你係幫緊邊邊咧？咁然之後咧，所以作為總統係壞人嘅時候咧，就適逢咧美國嗰邊咧就唔滿意啊咁樣嘅情況，所以咧就各地紛紛嚟到起義。美國嘅版圖咧，如果大家睇呢個版圖啦，嗱睇呢個版圖就分咗幾範人嘅，啲唔同嘅州份咧就分咗4範人。有一範咧就當然就係保皇黨、保皇嘅州份啦，就係支持政府嗰邊嘅，就由除咗加利福尼亞州，即係加利福尼亞州啦，之後咧就有一條線咁畫到去華盛頓 DC 嗰邊，成個打橫一捺咧都係保皇嘅州份，就除咗呢個即係打橫嘅中間嗰行啦，除咗加利福尼亞州之外，咁另外咧就係呢個電影裏邊嘅好人嘅州份啦，亦都最後嘅贏家就係叫做呢個西方聯盟，就係呢個加利福尼亞州同埋呢個德薩斯州。加利福尼亞州就叫做呢個 Republic of 加利福尼亞，咁德薩斯咧就叫 Republic of 呢個德薩斯，佢哋兩個咧組成咧就係呢個西方聯盟。咁好多人都話嗱，分明呢套電影絕對冇偏頗啦，因為加利福尼亞就好明顯係民主到冇得再民主黨嘅，德薩斯州就共和到冇得再共和嘅。而家話佢啲電影裏邊話佢哋兩個州份係聯盟喎，咁即係冇偏頗邊一範啦。咁其實就梗係有啦，我即時喺度篤爆啦。如果大家熟悉美國嘅政治，就會知道咧，就係呢成個美國有2個州份最中意講啊，要獨出嚟嘅，要獨出嚟係邊個？即係要自立出嚟啊，咪就係加利福尼亞州同埋德薩斯州咯。2個地方都話係最想自立嘅，而家你話佢2個地方係聯盟，仲話佢哋2個係電影裏邊嘅好人，最後嘅贏家喎。咁你即係套戲想表達啲乜嘢？你好清楚。不過冇人會講喎，好少人講喎，喺西方時評呢度，我相信佢哋唔敢講啦。咁然之後再同大家解釋咯。加利福尼亞州同埋德薩斯州咧，仲係就雖然大家都知德薩斯州係非常之共和黨嘅州份啦，但係佢哋裏邊好多咩人咧？有極度多嘅呢個移民同埋拉丁人。加利福尼亞州亦都俾人哋講到啦，就係根本就係一個拉丁人為主嘅地方，或者黑人為主嘅地方。咁意思即係話佢哋嘅共通點就係拉丁人。咁佢討好緊咩人咧？大家好清楚，即係外人啦，即係唔係白人啦。裏邊咧雖然係2個好思想同埋意識形態好極端嘅州份，但係其實佢哋有好多共通點，而呢個共通點就係佢哋想討好嘅對象就係自立分子同埋拉丁人。咁然之後咧就有呢個佛羅里達啦，佛羅里達邊個老家？邊個係最代表性人物咧？梗係特朗普啦。佛羅里達同埋對上有幾個州份咧，就叫做佛羅里達聯盟。咁佢哋同保皇嘅州份咧，
係達成一致嘅，大家都係保皇嘅。咁仲有上邊咧，故事就冇咩點交代，就係個咩新人類嘅新人軍啊咁樣嘅。咁咧據喺電影裏邊大概有透露咧，裏邊有啲係打住呢個共產主義嘅，有啲叫毛主義啊，即係毛主席嘅毛啊。咁啊，大家如果睇電影嘅時候咧，就知係有個州份就打住嗰個州份就加毛主義，就即係，但係咧喺個節目就冇，就係有一句咁輕提過啫，就冇報，即係成個電影就冇拍關於共產主義嘅州份有咩表現，因為呢件事都係咧，而家呢件事都係加利福尼亞同埋德薩斯州呢個叫做西方聯盟對保皇分子嘅相爭嚟嘅。保皇分子即係保總統啦，就梗係壞人啦；西方聯盟梗係好人啦。但係故事嘅主角咧就嗱呢個美國嘅版圖就係咁啦。故事主角就係一班記者，一班戰地嘅記者。故事內容咧就要講到記者幾咁英勇，幾咁報導真相，為報導真相深入虎穴，報導不偏不倚，係唔會支持邊一範，要報導憑良心報導真相。而記者去到邊度咧都係好受歡迎嘅。尤其是對住西方聯盟嗰陣時候，西方聯盟同佢哋並肩作戰，啲人喺度一路作戰，亦都不停咁護送住啲記者，等佢哋有得報導真相，亦都非常嘅多謝啲記者將佢哋嘅聲音，將佢哋所經歷嘅嘢咧廣傳開去。即係其實呢套戲咧係褒獎記者，西方嘅影評咧就話係褒獎第四權嘅，即係講到記者咧係好神聖咁樣樣，即係呢啲信息咧。就其實係民主到冇得再民主黨嘅信息啦。咁記者呢樣嘢啊，同埋咧，甚至啲電影裏邊嘅記者咧，就講到自己嘅來歷啊，就或者係路透社嘅。咁其實即係主角路透社，主角係記者。咁企邊邊個電影想表達啲咩？大家好清楚。點解荷里活要拍套褒獎第四權、褒獎記者嘅一套電影咧？就絕對係喺今年就上畫，有佢今年嘅打算。因為今年就係特朗普同埋拜登民主黨之爭，咁從來喺民主黨嘅角度，佢哋都係能夠揸住呢個乜嘢？民主黨係能夠揸住媒體嘅大台啊嘛，民主黨揸住20個主要嘅電視媒體，20個主要嘅網媒，同時間可以封殺特朗普。記者咧就最中意講民主啊，唔中意講白人至上，唔中意啲強權啦、霸道嘅，咁所以根本呢套電影嘅前設就有佢嘅政治目的，唔好再話冇咧，你就呃人嘅，你就自己呃自己。咁啊講呢套戲嘅壞人，亦都講呢套戲嘅戲肉咯。呢套戲嘅戲肉咧就係呢個角色啦，戴住紅眼鏡嘅呢個令到成套戲啊嘅閃閃生輝嘅一幕。嗱呢個咧就係保皇嘅州份嘅嗰啲咁嘅軍事發燒友，即係嗰啲嘅民兵團體嘅人士啊，咁咧佢係一個冷酷無情、肥人啊，唔眨眼嘅一個非常之殘忍嘅壞人嚟嘅。佢咧就行緊白人至上，好明顯㗎啦。例如話，大家喺呢個 trailer 睇呢個預告嗰陣時候咧，聽到呢個人就問嗰啲記者，問啲主角話：你係 American 邊一類嘅 American 啊？咁問佢哋即係好有敵視啊，好有歧視成分，即係要大家都係美國人，佢就要分你同我。因為佢哋係行緊咧共和黨刺激組織特朗普啲粉絲嘅嗰隻白人至上主義嘅，咁而呢套戲裏邊咧，呢個人亦都肥低咗其餘兩個記者。呢一幕我就唔為大家劇透，但係就好多人就問，今次呢套電影裏邊有冇煽動，即係搞嗰啲咁嘅分離主義，即係煽動內地同埋香港兩地嘅不和咧？有啲人話有，有啲人咧就話冇。我自己咧就覺得唔算有，雖然咧有提到香港同埋中國，但係就不妨大家咧，你睇完之後，你又覺得有冇，你又話翻俾我哋聽咯。咁但係講嚟呢度咧，就完全可以睇到電影其實都寫到出腸噶啦。總之壞人同埋冷酷無情嘅人咧，就係特朗普啲粉絲嘅行為，咁即係踩共和黨啦。正義嘅咧，一定係佢哋班記者，即係捧民主黨啦。呢套電影嘅最後嘅結尾咧，就係講呢班記者就由呢個其他省份點樣去直達呢個華盛頓 DC， 即係美國嘅首都，點樣去採訪當其時嘅3屆總統，就陪同西方聯盟軍一齊打到入去呢個總統府嘅白宮裏邊，打到去美國嘅呢個 Oval Office 呢個橢圓形辦公室裏邊，然之後將佢呢個總統就行釋咗落嚟。咁咧成件事咧就其實係代表緊呢班嘅西方聯盟咧，呢班軍人去喐總統咧係好嘅呢個行為咧係冇問題嘅。我成日都喺度講啦，就係因為人哋做3屆又好，人哋行事果斷啲又好，唔代表人哋係壞人。你美國你冇西方霸權，你冇以色列，你冇周圍都係軍基地嘅話咧，
你哋美國人就自己本土啊，冇喺度幻想主義幻想得咁開心，冇咁自我感覺良好。你哋美國人碌爆卡啊，冇人哋嚟到找數，你哋通脹爆到韭菜咁啦。唔係成日美國喺度舉債嘅話，你美國人有咩資格嚟到打住民主自由嘅旗號嚟到批評自己總統，話佢做嘅嘢心狠手辣啊，太過霸道啊，罔顧其他國家嘅人啊。當然啦，我哋作為中國人，我哋梗係反你哋美國，因為你製造美國嘅霸權，製造你哋嘅世界規矩家法幫規，咁不利於我哋梗係要反嘅。但係你作為美國人，你有咩資格嚟話自己？你每日都享用緊美國霸權所帶俾你嘅嘢，所以呢套戲根本係有問題嘅。但係呢套戲就係捧啲咩？民主黨嗰邊嘅年青人咯，新一代人咯，就自由主義啊！我要感覺良好，我見到不公平嘅嘢我就要批評。你都係享受緊不公平社會帶嚟好處嘅人嚟嘅啫，唔好喺度懶正義你啲美國人。咁最後啦，就係西方聯盟嘅女兵，就係帶頭殺入去呢個總統府嗰幾個精英嘅軍人之一，同嗰邊總統府裏邊嘅呢個特勤組織喺度互搏。哇！你作為一個女兵，你咁抽得，仲要係黑人嘅女兵，咁好明顯你就係嗰啲民主黨嗰邊嗰啲咁嘅咩性別平權啊、種族平權啊嗰啲主義。咁你仲唔係話你套戲係褒獎緊民主黨嗰啲主義？你咁犀利嘅，可以同啲特勤人員喺度抽過，仲要贏到人哋嘅，你作為一個黑人嘅女兵，咁所以呢。呢套戲話不偏不倚係嘥氣，佢做到佢嘅政治目的暗諷，佢只需要 tune 到所有人民睇完呢套電影都覺得記者係一定正義，記者一定係好人，仲有記者係英雄嚟嘅，受到萬人敬仰。佢做到呢個效果，佢已經夠啦。而另外就係藉住呢套電影就做到衰人一定係3屆總統啦、美國霸權啦，就係類似特朗普呢啲人啦。又或者佢啲 fans保皇黨一定係嗰啲嘅民軍組織嗰啲就白人主義至上啊，拎住呢個炮亂咁肥嗰啲人呢啲就係一定係衰人嚟嘅。其實荷里活一直以嚟就冇可能俾你隨便拍到電影係冇戰略價值咁樣嘅。從以前一個年代，以前 Top Gun 湯哥老師年代，就係為咗拍一套英雄嘅空軍電影嚟到挽回翻美國，因為喺呢個越南嗰邊打過大交，所以令到美軍就個形象一落千丈，就要拍套又靚仔又有型又英雄嘅空軍電影嚟到挽回翻呢個美軍嘅形象，而成功俾佢做得到嘅，係令到當其時美國報考空軍人多咗5倍咁多。然之後美國90年代要喐伊拉克，又大量嘅文宣啦，呢個係美國自己爆咗出嚟，大量嘅文宣工程塑造到伊拉克全部都係衰人，然之後拍一套電影叫做拯救Jessica Lynch 我唔想講到啲電影名咁像真因為我驚油管小氣。拍一套仲話呢套電影係記載一個喺伊拉克嗰邊英勇女兵嘅故仔，話呢個 based on true story， 話係真嘅故仔改編而成。其實成件事都係假嘅，根本就冇呢個人，冇呢個女兵嘅。但係就係要描繪到佢哋幾咁正義，幾咁賺人熱淚，係伊拉克幾咁衰人。如今喺呢個2024年拍呢個美帝崩裂，然之後喺緊2024年嚟到上畫亦都係有佢嘅政治目的嘅。呢個政治目的籌備咗好耐㗎啦。唔知今年會唔會湊巧？但係荷里活就絕對係咩咁簡單嘅嘢。大家如果睇呢套美帝崩裂我建議就雖然係捧民主黨啫，但係建議大家都睇下嘅，因為我哋一齊嚟到睇下美國呢個地方如果內亂互鬥起上嚟嘅頹垣敗瓦，我覺得都幾像真，幾逼真嘅。如果真係打起上嚟嘅話，共和黨、民主黨打起上嚟，我覺得都會差唔多嘅。另外就係佢嗰啲支持拜老頭嘅信息，會唔會湊巧呢？我覺得唔多會湊巧啦。我自己願意喺呢一刻落注嘅話，我都係買特朗普居多嘅，基於好多原因。咁只要大家唔好俾佢歌頌記者係一定係正義一定係英雄好慘憑良心報導真相大家只要唔需要理會呢一 part 呢套戲都幾值得去睇嘅，唔需要為佢啲主角懶英勇而感動，因為全部都係假。咁我今日嘅報導就嚟到呢度。喺節目結束之前，就由我格仔嚟到親自介紹一下新潮文嚟緊喺6月份所搞到嘅新疆北疆之旅，究竟係點樣嘅先啦？今次我哋嘅行程就為期12天嘅，出發日期就會由7月21號至到8月1號。由於今次呢個行程係由我格仔結合到上年3次去到新疆之旅所改進到嘅經驗而重新編排嘅行程嚟嘅，所以今次嘅行程就同上年有啲唔同，係結合到究竟有邊啲地方好玩、唔好玩、
好玩嘅我哋就保留，再加入啲新嘅元素，亦都加入埋大家嘅體力考量同埋眼睛疲唔疲勞而重新設計嘅。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喺 WhatsApp 過去加85268287447聯絡潘小姐嚟到報名，以及係查詢價錢同埋行程嘅。嗱，咁事不宜遲啦，就由我哋講下呢個行程第一日。我哋咧首先就會由香港出發，乘坐我哋已經為大家預先安排好嘅包車，就直達深圳機場。就喺深圳機場嗰度咧，就會乘搭直航機，就直飛到去新疆嘅首府烏魯木齊嘅。之後喺烏魯木齊，我哋喺休息安頓好一晚之後咧，就會正式出發。去到第二天，我哋就會翻越全長有2500公里嘅天山嘅南天山部分，然之後就會嚟到全個中國裡面最大嘅內陸淡水湖博斯騰湖。嗱，喺呢幅圖裏面咧，我哋就可以見到何謂中國第一嘅內陸淡水湖咧？佢嘅面積比起我哋成個香港加起上嚟仲要大。從前嚟講，人們就會話到新疆內處於亞洲嘅中心位置，喺呢度距離最近嘅海洋都要成3000幾公里，係一笪冇水嘅地方嚟嘅。但係如果大家見過博斯騰湖嘅話，就會對新疆缺水嘅呢個印象完全顛覆。喺呢一度就係屬於新疆人嘅海洋，我哋當然就要嚟睇一睇啦。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庫爾勒市呢一個被稱為梨城嘅地方，佢係有住全中國最好食嘅梨啊。然之後喺安頓一晚之後，就嚟到第3天，我哋就會嚟到我哋行程嘅其中一個重點，有人間仙境之稱嘅巴音布魯克大草原。同一時間，巴音布魯克大草原亦都係中國第2大嘅草原。嚟到呢度，大家就可以見識到平時我哋手機或者係電腦所用到嘅嗰啲 wallpaper， 一般咧都以大自然環境咧就作為藍本嘅。嚟到巴音布魯克大草原，你就會見識到比電腦屏幕、電視屏幕、手機屏幕更加靚嘅現實版 wallpaper， 比起我哋喺電腦或者手機見到嘅仲要嚟得更加真實、更加靚。我自己睇完咧，亦都係畢生難忘嘅。當然喺巴音布魯克大草原仲有一個唔可以唔睇嘅位，呢一個咧就係巴音布魯克草原裡面嘅9曲18彎。大家好彩嘅話咧，亦都可以喺黃昏嘅時候嚟到見識一下乜嘢叫做同一時間見到9個太陽呢一個咁奇特嘅場面。喺完結咗呢一天嘅旅程之後咧，我哋就會嚟到第4日，呢個同樣都係我哋整個旅程裡面嘅其中一個重點嚟嘅，就係會去到同巴音布魯克大草原叮當碼頭嘅那拉提空中草原嗰度啦。但係我哋喺去到那拉提之前，就會嚟到特登精心安排到乘坐商務嘅豪華車嚟到穿越一下著名嘅獨庫公路。獨庫公路亦都係被我哋全中國熱愛駕駛嘅人士被譽為一生必經嘅一條屬於我哋中國嘅公路嚟嘅。獨庫公路每年只會開放3個月嘅時間，喺行晒成條獨庫公路，大家就會見到何謂一條公路經歷4個季節。然之後喺我哋穿越咗獨庫公路之後呢，就會正式進入到那拉提空中草原呢一個國家5A 級嘅景區㗎啦。那拉提空中草原佢美麗嘅程度真係可以話到係非筆墨可以形容得到嘅。當然睇完空中草原都係唔夠嘅，我仲特登安排到去到草原旁邊嘅花海那拉提嚟到俾大家睇一睇乜嘢叫做漫山遍佈唔同色彩花卉嘅呢一個壯麗嘅情景。喺呢度大家記得影多啲相，出盡全力咁打卡，保證你係一世難忘㗎。然之後我哋就會進入到第5天嘅行程。呢個行程係我格仔今次新加入到嘅一個新景點嚟嘅。我哋就會去到位於新疆特克斯縣附近嘅焦蘇大草原嗰度。同前面2個草原有少少分別嘅就係，我哋嚟到呢度所睇嘅就係連即使全個中國都好難揾得到嘅天馬玉河，就係由到當地嘅牧民一邊趕住當地盛產嘅伊犁馬，亦即係俗稱嘅天馬，數十隻嘅呢啲天馬喺河水裏面奔跑，激起陣陣嘅浪花。呢個情景相信亦都會令大家係畢生難忘嘅。喺睇完天馬玉河表演之後呢，我哋就會嚟到著名嘅特克斯呢一度，亦稱係八卦城嘅。八卦城顧名思義，如果從天空上面嚟到俯瞰嘅話，成個特克斯城
就仿似一個大型嘅八卦一樣。冇錯，的而且確佢係參照住易經八卦嘅造型嚟到去建造嘅。成個城裏面由到放射形嘅四環64條街道，路路相通而成。喺呢度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呢，成個城入面係冇一盞紅綠燈嘅。呢一個呢，亦都係呢個城最特別嘅地方。之所以能夠做到呢一點，就係憑住我哋古代嘅智慧。而特克斯城亦都係全中國唯一一個冇紅綠燈嘅縣城。嚟到呢度，我哋一定要好好見識一下當中嘅奧秘嘅。咁當然啦，我哋亦都會嚟到喺近年八卦城入面都有一個新興嘅旅遊項目。呢一個呢，就係當地市政府非常之用心咁去到設計到嘅一個叫做盛世華疆嘅夜繽紛項目。其實大家睇到我以上嘅嗰啲配圖都唔使點樣形容到裡面有啲咩玩㗎啦，因為此情此景係唔需要再用文字再去到描述㗎啦。之後我哋就會嚟到第6天嘅行程，就會由特克斯縣去到北疆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縣城。呢一度呢，就係我哋中國伊尼哈薩克自治州裡面嘅首府伊寧市啦。從前嘅伊寧市係我哋中國整個新疆入面嘅第一首府嚟嘅，但自從喺清末年代，因為列強嘅入侵，新疆嘅面積縮細咗，所以就令到從前嘅伊寧市係我哋整個新疆嘅中心城市，就一舉變成為一個比較靠近邊境嘅城市。因此咧，先至將我哋新疆嘅首府咧搬咗去烏魯木齊嘅啫。但係依然係唔會令到伊寧市佢嘅色彩有任何嘅減弱嘅。因此我哋喺呢一度咧就重點留2日嚟到玩盡整個伊寧嘅。喺伊寧嘅附近就有非常之漂亮嘅天山花海可以俾我哋睇到。嗱，就正如我上面嘅呢啲照片一樣，天山花海佢漫天嘅薰衣草係唔單止喺全中國，仲係全世界嘅範圍入面數一數二能夠做到漫山薰衣草嘅地方。所以就千祈唔好以為薰衣草只有日本嘅北海道富良野先有啊！嚟到天山花海呢一度，可能你就要改觀一下啦。之後我哋就會進入到伊寧市嚟到睇一睇著名嘅六星街。嗱，六星街其實就等同於一個小型嘅八卦城一樣，佢同樣都係由一個易經嘅八卦組合而設計成嘅街道嚟嘅。而喺六星街匯聚於唔同新疆嘅少數民族，佢所有嘅特色都會喺呢度揾得到。試問我哋又點可以錯過呢？之後我哋就會去到旅程嘅第7天行程，同樣地都會係嚟到見識一下伊寧市作為一個匯聚住所有新疆少數民族嘅呢個城市裏面嘅特色嘅。因此咧，我哋就會嚟到以藍白色為主調嘅客贊旗民族街，嚟到坐下馬車，放慢我哋自己嘅腳步，嚟到睇下呢一個充滿住異域風情嘅地方。上邊咧就再嚟探訪埋當地嘅居民，進入到佢哋嘅庭院裏面去到食一下當地人親手製造嘅手製雪糕，嚟到過翻一個合意嘅下晝，咁先至叫做人生一大樂事啊嘛。然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旁邊嘅漢人街，呢一個呢係當地非常之有特色嘅一條食街嚟嘅，而當地人亦都會稱漢人街為一條冇漢人嘅漢人街，嚟到作為佢嘅賣點嘅喎。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伊寧嘅哈薩克自治州裏面嘅博物館。正所謂去到一個充滿文化色彩嘅地方，第一時間當然咧就要去佢哋嘅博物館，先至能夠真正了解到當地嘅歷史同文化嘅。由於伊寧係代表住整個伊犁河谷嘅象徵嚟嘅，呢一度咧從前亦都係古代嘅西域36國裏面嘅烏孫國，而我哋喺博物館裏面就可以見到一幕，呢一幕就係當年嘅漢武帝為咗聯合烏孫國去到擊敗當時窮兇極惡嘅匈奴，因此亦都將2名嘅公主先後咁樣嚟到去遠嫁到去烏孫國。佢哋分別就係世君公主同埋解憂公主。佢哋2名公主都可以話到係我哋中原歷代王朝以來第一批遠嫁到去中原以外嘅公主嚟嘅。比起我哋所熟悉到嘅王昭君，亦即係昭君出塞嘅古仔咧，仲要嚟得更加早嘅。然後咧，我哋亦都會喺呢個博物館裏面見到一啲好特別嘅石像。究竟呢啲石像係代表住啲咩呢？大家去到就會知道
當中嘅謎底㗎啦。之後我哋就會嚟到行程嘅第8日，離開伊寧市就會去到附近嘅一個非常著名嘅景點。呢度咧就係有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之稱嘅賽里木湖啦。同樣地，賽里木湖身為新疆裏面海拔最高、面積最大嘅高山冷水湖，所以佢嘅風景係十分之漂亮嘅。由於佢係整個大西洋暖流入面，因為附近嘅天山山脈阻擋住呢啲濕暖氣流嘅關係，嚟到呢度大家就會見識得到，原來呢個世界上面有一種藍色係叫做賽里木湖嘅藍。呢個湖泊背靠雪山，湖邊就係廣闊嘅草原。從前喺呢一度係冇任何嘅魚類生活嘅，但係自從喺20年前，我哋國家嘗試引入白鮭魚喺賽里木湖嗰度去到養殖，結果獲得空前嘅成功，就令到賽里木湖呢一度咧，亦都成為咗我哋嘅高山白鮭魚呢種白鮭魚之王嘅一個非常之良好嘅棲息地。呢度所出產到嘅白鮭魚，比起佢喺歐洲嘅祖先，更加適合喺呢度生存，亦都為到新疆帶嚟另外一種經濟嘅收入嘅。當然啦，喺我哋前往賽里木湖嘅途中咧，亦都會經過有全中國最昂貴大橋之稱嘅果子溝大橋，同樣地都可以喺我哋呢個旅程入面見識一下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嚟到望到冰山嘅灰屯市，稍作休息一晚之後呢，就會進入到第9天嘅行程，就會嚟到有億年奇觀之稱嘅獨山子大峽谷。講起大峽谷，大家比較常聽見嘅當然就係美國嘅大峽谷國家公園啦。但係如果你嚟過新疆嘅獨山子大峽谷嘅話，可能大家就要改一改觀啦。屬於我哋中國嘅呢一個獨山子大峽谷，曾經榮登國家地理雜誌，亦都係我哋全國最美公路嘅獨庫公路裏面嘅第一個景區嚟嘅。呢度亦都係多套電影嘅拍攝取景場地。成個谷底闊100至400米，谷肩闊800至到1000米。由谷底到谷肩咧，可以深逾200米，海拔1070米咁高嘅。嚟到呢度大膽嘅朋友，亦都可以嘗試一下嚟到行一行位於大峽谷裏面嘅玻璃棧道，嚟到挑戰下自己嘅膽量嘅。喺睇完大峽谷之後，我哋就會翻去烏魯木齊呢一個新疆嘅首府。從前嚟講，喺一啲傳統嘅行程入面，烏魯木齊只係作為新疆之旅進出以及係補給嘅一個駁腳點嚟嘅啫。正因為咁樣啊，好多人都會忽略咗烏魯木齊作為新疆首府，其實佢都係具有到豐富嘅旅遊價值資源嘅。因此，我哋就會嚟到行程嘅第10日以及係第11日嚟到重點玩一玩啊！新疆嘅首府烏魯木齊。第10天嘅行程入面，我哋就會去到烏魯木齊附近嘅天山天池風景區。天山天池風景區作為國家重點嘅5A 級景區，以及係世界嘅自然遺產，喺呢一度絕對有唔會輸俾其他新疆其餘風景區嘅壯麗景色嘅。當然，除咗睇風景之餘，我哋亦都要重點嚟到去發掘到當地嘅人文色彩。因此呢，我哋就會去到我格仔認為全新疆最正嘅博物館，位於烏魯木齊市嘅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就係我哋了解到新疆人文風情、歷史文化嘅最佳博物館嚟嘅。喺呢一度最出名嘅就當然係有古代西域36國之一嘅樓蘭古國裏面嘅樓蘭乾屍啦。除此之外，如果大家仲想睇到其他喺古代西域嘅一啲奇珍異寶嘅話咧，呢一度絕對能夠滿足到大家嘅好奇心嘅。大家就可以從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裏面感受到西域呢一笪作為我哋以前中國要去到同其他世界各國連接嘅唯一通道絲綢之路嘅必經之地，當中輝煌璀璨嘅歷史都可以喺呢個博物館裏面見得到嘅。然之後我哋就會進入到第11天嘅行程，喺食過早餐漫遊到當地嘅一個著名嘅公園紅山公園，嚟到俯瞰整個烏魯木齊市之後啊，我哋就會去到一個我格仔認為相當之好玩嘅景點。呢個景點就係位於烏魯木齊嘅新疆古生態園汗血寶馬基地啦。汗血寶馬大家就聽得多，究竟呢個世界係咪真係有汗血寶馬嘅呢？
答案就係唔單止有，喺呢一度仲有形形色色唔同嘅汗血寶馬嚟到呢度。點解汗血寶馬要稱呼為汗血？當你睇過之後，就會揾到當中嘅答案。作為我哋中國歷史上嘅千年名駒，汗血寶馬佢優美嘅形態以及係敏捷嘅身手，真係絕對能夠稱得上馬中之王嘅呢個稱號。難怪汗血寶馬佢嘅身價曾經喺拍賣會上面係可以高達1600萬美元，折合翻我哋港幣係達到1億2800萬，足夠我哋買20台法拉利有餘啊！而嚟到呢度，我哋就可以見識到純種嘅汗血寶馬一睹佢嘅神秘風采嘅。而唔單止係咁，除咗汗血寶馬呢啲咁珍貴嘅馬匹之外啊，喺園裏面仲養住啊嚟自於世界各地唔同嘅馬，而當中仲有全世界體型最龐大、體重最重嘅夏爾馬。呢一種類型嘅馬，佢站立起上嚟嘅時間，肩膊位置已經超過2米咁高，整個人行埋去就仿如好似縮細咗一樣。當時我見到嘅時間呢，都嚇咗一跳，成隻馬佢嘅體重係可以超過1噸嘅，而且喺園裏面除咗馬匹以外，仲有大量珍貴嘅奇珍異寶，亦都同樣地俾到一個理由我哋去到值得花時間喺呢度留耐啲嘅。然後作為旅程嘅尾聲，當然我哋就要嚟到非常之著名嘅位於新疆烏魯木齊嘅國際大巴扎，嚟到作為最後嘅血拼，買多啲手信帶返香港。大巴扎喺新疆維吾爾語裏面，亦即係解做大市場咁解。顧名思義，呢度就係匯集住全新疆形形色色唔同種類嘅商品，係旅遊人嚟到新疆必去嘅景點嚟嘅。然之後經過咁多日精彩嘅旅程，我哋就會嚟到第12日，乘坐翻直航嘅飛機翻到去深圳寶安機場，再乘搭到我哋嘅包車，就翻到去香港，作為今次旅程嘅完結嘅。喺呢度需要注意嘅就係，今次我哋嘅行程係會包送一張夠玩全程12天嘅電話數據卡，就等大家喺旅途裏面都可以暢通無阻咁上網。再加上亦都有一啲老人家嘅優惠，以及係我哋專登為大家嚟到去精心安排到嘅俗稱飛機椅旅遊大巴嘅呢啲豪華巴士，都會提供到俾大家去舒適咁玩盡新疆嘅呢12天旅程嘅。大家對呢個旅程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聯絡潘小姐去到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嘅細節以及係價錢嘅。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聯絡呢個 WhatsApp，希望到時見到大家同我格仔玩盡呢12日嘅新疆之旅。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節目時間就嚟到呢度。臨結束之前，再次提大家，記得訂閱新潮文嘅頻道，新潮文2.0嘅頻道，以及係喺訂閱嘅同時，記得撳埋旁邊嘅啷啷掣，再撳全部，先至為之係完成整個訂閱嘅流程。咁樣你先可以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同埋直播通知嘅。咁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嚟到呢度，拜拜。